就被几个扒手盯上，他们假装打架，趁机偷走了他的钱包。等要上火车时，玛丽安才发现钱包不见了，想到自己的车票还在里面，他想请列车员通融一下，但对方也爱莫能助，按照规矩没有票就不能上车。无奈之下，玛丽安只能回到座位附近，抱着一丝希望继续寻找钱包。眼看着火车就要发动，他想向一旁的黑人女孩求助，但对方根本不想多管闲事。玛丽安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太过唐突。This isn't your concern. Please don't let me hold you up. We have to board last. Oh, I see. 然而当黑人女孩准备离开时，却看到玛丽安坐在那里无助的哭泣。最后她还是心软了，她帮玛丽安买了车票，坐上了黑人专属车厢，并借给了她足够的路费。玛丽安对她表示了感谢，然后告诉了她自己的遭遇。原来几天前玛丽安的父亲去世，她去找律师办理财产继承，却被告知父亲留给她的遗产只有$30。最糟糕的是她住的房子也是租的，月底就会到期，无处可去的她只能写信去投靠纽约的2个姑姑。在律师的帮助下，她变卖了所有家具，好不容易才凑够了车费。没想到一到车站，钱包就被偷了。为了方便还钱，玛丽安让黑人女孩留下她的一些信息。黑人女孩告诉她自己叫佩姬，但现在她还不确定会在哪里落脚。等她安顿下来，就会写信给玛丽安，毕竟她知道玛丽安姑姑的住处。而此时玛丽安的姑姑已经收到了她的来信，小姑艾达对她的到来十分兴奋，大姑艾格则一脸不屑。 And who's to support her? Exactly. Me. With the Van Ryn money, which was not achieved at no cost to myself, you were allowed the pure and tranquil life of a spinster. I was not. I'm very grateful. So you should be. 经过一路的颠簸后，玛丽安终于到达了纽约。当她准备乘坐马车去往姑妈家时，却看到佩姬正蜷缩在角落躲雨。原来由于暴风雨的缘故，佩姬回家的轮渡取消了。为了感谢佩姬对自己的帮助，他邀请她跟自己同行，并带着她一起来到了姑妈家。考虑到佩姬是黑人，所以玛丽安先进去跟大姑打了个招呼。大姑得知佩姬帮了玛丽安一个大忙，便同意让她借宿一晚。但在此之前，她必须要见佩姬一面，并要求佩姬写下她父母的住址，以便发生意外时方便联系。安顿好佩姬后，艾格又问起了玛丽安的打算。玛丽安表示自己想要去当家庭教师养活自己，但艾格坚决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这不是贵族小姐该做的事。只要玛丽安住在自己家1天，他就不允许她出去工作，并跟玛丽安约法3章。Now you need to know we only receive the old people in this house. Not the new. Never the new. 虽然玛丽安对此不以为然，但大姑表示这是规矩，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会帮玛丽安进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而佩姬因为肤色原因，收到了仆人们的排挤，看到女仆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她也一脸的无奈。第2天，艾格将钱还给了佩姬，并告诉她轮渡还没有恢复，她可能要继续住一晚。看到艾格有一大堆的信件要处理，佩姬主动提出帮忙，以此来感谢他收留自己。艾格看他字迹娟秀，便决定聘用他为自己的秘书。而此时街对面一座豪宅悄然落成，豪宅的主人是罗素夫人一家，她的丈夫乔治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仅仅是工作的大楼就气派无比。他做事果决，拥有数不尽的财富，但却是个宠妻狂魔。他们之前住在老旧的30街区，搬来这里是想跻身老贵族云集的上流社会。为了实现这一梦想，罗素夫人开始带着女儿葛莱蒂参加各种慈善会。老贵族们虽然不想接纳她，但得知她出手大方，便想要从她那里获取大量的善款，所以双方只能维持表面的体面。而姑妈为了让玛丽安踏足上流社会，也带她来到了慈善会。艾达向其他贵族夫人介绍了自己的侄女，玛丽安也是第一次看到对面豪宅的主人。虽然艾格姑妈一再叮嘱不要跟对面的邻居打交道，但玛丽安还是忍不住对那栋房子产生了好奇。不料她一分神，手里的小狗跑了出去。这时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关键时刻一位男子挺身而出，玛丽安被吓坏了。看到狗狗没事，她连忙向对方表示了感谢。交谈中，她才得知男人名叫赖瑞，是罗素夫人的儿子。两人交谈甚欢，都对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罗素夫人为了正式打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准备在家里举办一场晚宴，邀请所有贵族来参加。宴会准备的极致奢华，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门前还专门铺上了红地毯，以示对客人的重视。然而老贵族们又怎会轻易接受他这种暴发户？他是铁路大亨的小娇妻，却野心勃勃，一心跻身上流社会。为了拉拢其他贵族，他举办了一场豪华晚宴，但以阿斯特夫人为代表的老牌贵族却看不上他这样的暴发户，所以晚宴当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原本200人规格的宴会只来了寥寥几人，唯一出现的芬恩夫人却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她是慈善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想要从罗素夫人这里争取大量善款。罗素夫人知道她来这里的目的，所以不留情面地把她请了出去。而玛丽安在佩姬的掩护下，也偷偷来到了晚宴现场。为了不被姑妈发现，她跟赖瑞兄妹打了一个招呼，便匆匆离开。看着桌子上原封不动的珍馐美味，罗素夫人只能吩咐仆人打包送给慈善机构，而仆人们对此都在抱怨。他们忙活了1天，没想到却便宜了那些穷人。晚宴的事让罗素夫人非常受挫，丈夫安慰她这样的结果很正常，让她不要放弃，而她也没打算轻易认输。And I promise you this.
I'll make them sorry one day. 看到妻子重新振作了起来，乔治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隔天，罗素夫人就安排自己的儿子赖瑞接近阿斯特夫人的女儿凯特，但是很显然，这两个年轻人并不想卷入大人的纷争，他们单纯的只想敷衍了事。当罗素夫人忙着打入贵族圈时，家里的女仆透娜却对她的丈夫动起了歪心思，但乔治并没把她放在眼里。身后的男仆看到这一幕，想要劝透娜不要痴心妄想，但透娜却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并时不时在男主人面前刷存在感。听到乔治询问妻子的行踪，他又开始挑拨离间，暗示罗素夫人不懂得持家，并故意跟乔治发生肢体接触。乔治当然明白他的心思，但在他的眼里，透娜只不过是一个下人，所以根本不想跟他扯上任何关系。而此时的玛丽安正在姑姑的要求下，让裁缝为自己定制新的礼服。回去的时候，他刚好碰到留学回来的表哥奥斯卡。奥斯卡没想到玛丽安长得如此美丽，便立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但他对玛丽安没有一点兴趣，因为他其实是一名同志，而他的女友则是眼前这位名叫亚当斯的男人。两人表面是朋友关系，但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并且奥斯卡早已物色好了自己的结婚对象，那就是罗素夫人的女儿葛莱蒂。他看中了他家的巨额财富，是个妥妥的拜金男。不知情的艾达想要撮合玛丽安跟奥斯卡，但艾格却让他不要乱点鸳鸯谱。先不说他们是表兄妹，更重要的是玛丽安一无所有，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儿媳。而另一边的乔治突然找到妻子，希望他能请莫里斯夫妇来家里共进晚餐。罗素夫人表示他们不可能会来，不然上次就不会拒绝参加宴会。但乔治表示自己有事跟莫里斯商量，所以让妻子尝试一下。收到请柬的莫里斯夫妇也犯了难，他们不想因此得罪阿斯特夫人，但乔治在市里颇具影响力，莫里斯作为市政委员也不敢跟他发生过节。考虑再三后，两人还是决定接受邀请。在此之前，莫里斯夫人跟其他人说了这件事，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考虑到最近要举办一场义卖活动，玛丽安询问他们是否会邀请罗素夫人。莫里斯夫人表示他们欢迎罗素夫人捐款，但不会邀请她加入，这让玛丽安忍不住嘲讽。 We still want her check, though. We just need to insult her first. Her husband won't take kindly to the snub. This bazaar is in aid of children. We need everything to be as pure as the driven snow. And so you need to tangle with the man who owns most of the railroads in this country. Money isn't everything. It is when you haven't got it. 玛丽安的一句话对得在场所有人哑口无言。这天，曾经帮助玛丽安的律师瑞克斯登门拜访，他表示自己准备在纽约发展，现在正在找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的玛丽安很是高兴，看到这一幕的小姑一脸姨母笑。这时，奥斯卡带着赖瑞走了进来，得知赖瑞是罗素夫人的儿子，艾格的脸色立马不好看了。聪明的赖瑞也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 Judging by your aunt's face, it'll be a while before you see me here again. 看到玛丽安跟赖瑞有说有笑，艾格都要失去表情管理了。而瑞克斯在离开前，直接向玛丽安表明了心意。他说自己来纽约是为了她，但此时的玛丽安只是把他当作普通朋友。晚上，艾格将妹妹叫到了自己房中，因为他一眼就看出了艾达的小心思。他劝她不要妄想撮合玛丽安跟律师，并跟她说明了缘由。Marion has no income, and her birth, thanks to her mother, is not impeccable. In short, without a decent marriage, she will be lost. But he's a lawyer. If you ask me, he's a shyster. With neither background nor fortune, it's obvious he sees her as a ticket out of Doylestown. But if they like each other, marrying for money is not always a guarantee of happiness. I don't wish her to marry for money. Only to marry for security, support, and God-willing affection. 虽然艾格说话不好听，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玛丽安的未来考虑。而莫里斯夫妇已经应邀来到了罗素夫人家，双方共进晚餐后，罗素夫妇带他们参观了自家的宴客厅。乔治想要跟莫里斯先生单独谈论公事，而罗素夫人得知莫里斯夫人他们要举行义卖活动，便主动提出将自家的宴会厅当作义卖场地。但莫里斯夫人表示场地目前定在军械库，但还没通过。如果申请失败，他会考虑接受罗素夫人的提议。此时，乔治跟莫里斯先生的谈话也非常顺利。乔治希望莫里斯先生能说服政务委员会支持自己修建新的铁路，作为回报，他会让委员会所有成员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到时候法案通过，股票大涨，他们都能从中获利。莫里斯先生当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俩人一拍即合。没想到第二天，莫里斯夫人就得知军械库拒绝了他们义卖会的申请，而她却出尔反尔把地点重新定在了第5饭店。丈夫劝她不要得罪罗素夫人，毕竟她跟她的丈夫还有合作，但莫里斯夫人根本不听，而她的这一举动也彻底惹怒了罗素夫人。她表面是个杀伐果决的商业大佬，实际上却是个宠妻狂魔。得知妻子受了委屈，他立马带着家人找上了门，直接闯进了贵族夫人们举办的义卖会，想要为妻子出一口气。 So the pair of you decided my wife's ballroom was not good enough to raise money for your charity. 说完，他走到一个摊位前，接着掏出100美元，买下了上面所有的东西，并要求对方把这些物品搬到自己家，然后用同样的方式
买下了现场所有的摊位，这让原本计划进行3天的义卖会，不到5分钟就草草收场。看到丈夫如此维护自己，罗素夫人满脸傲娇，惹得其他贵族夫人面面相觑。Party's over, Mrs. Mars. You are to be congratulated. It's been a great success. 说完便带着妻子潇洒离去，他出手十分阔绰，让一直看不上他们的阿斯特夫人都刮目相看。本以为这件事会到此结束，没想到莫里斯先生却不讲武德。他之前答应让委员会通过乔治铁路建设的法案，却在乔治公司的股票大涨后立马抛售，然后又赌上全部身家做空，接着让委员会撤销了法案，导致乔治损失惨重。乔治没想到这些人这么不讲信用，他找来了莫里斯质问，但莫里斯却装聋作哑，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乔治后悔自己太过大意，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妻子让他想想办法，乔治表示要想翻身就必须耗费巨额家产。 Very well.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All this may be lost. You've made it once. You can make it again if you have to. 妻子的态度让乔治十分感动，也让他决定背水一战。而女仆透纳得知乔治遇到了难题，又开始跑上去献殷勤，但乔治却有意跟他保持距离。这一幕刚好被不远处的管家看在眼里。第二天，乔治便开始反击，他让手下斥巨资拉高股价，只要有人抛售，他就立马买进。看到股票不跌反涨，莫里斯开始慌了。芬恩先生让他冷静一下，他认为乔治坚持不了几天，但他还是小看了对方。随着股价越涨越高，芬恩先生也坐不住了，他责怪妻子奥罗拉不该因为义卖会的事得罪罗素夫人。现在乔治肯定也不会放过他们。奥罗拉表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乔治高抬贵手。而另一边的莫里斯也同样把这一切怪在妻子头上，他抱着仅有的一丝希望，让妻子去向罗素夫人认错，希望她能在丈夫面前说说好话。虽然莫里斯夫人很不情愿，但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走上绝路，所以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罗素夫人家。但罗素夫人并不打算原谅她，反而把她羞辱了一番，让她为自己的行为买单。2天后，所有的市政委员都来到了乔治的办公室，他们请求乔治不要赶尽杀绝，不然他们这里很多人都会倾家荡产。看到乔治无动于衷，莫里斯不惜放下尊严，当众下跪求饶。这一幕让其他人都陷入了沉默，但乔治却并不打算心慈手软。I won't say I feel no pity, because I do. But you have not only tried to get the better of me, you and Mrs. Morris have snubbed and belittled my wife. How could I allow that to go unpunished? 回去之后的莫里斯觉得愧对家人，于是便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丈夫的离世对莫里斯夫人的打击很大，而她把这一切都怪在罗素夫人身上。但现在她已经一无所有，根本无力跟她对抗。而此时的玛丽安正在小姑的陪伴下参加一场演讲。著名的慈善家巴顿夫人准备在纽约开立美国红十字会的分会。在演讲结束时，小姑艾达遇到了自己年轻时的相好康妮。康妮得知艾达至今未婚，便想跟她再续前缘，而玛丽安也希望小姑能找到幸福，所以有意撮合他们。得知此事的艾格却并不看好这段感情，因为康妮一穷二白又没前途，他认为他这个时候接近艾达肯定是有别的目的。但玛丽安却觉得大姑太过武断，艾格对此很是无奈。第二天，他便叫来了康妮，并毫不留情地揭穿了她的真面目。But you've been heard boasting in a bar that you were about to marry a meal ticket. 被看穿心思的康妮也没脸再待下去，只能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不久后，玛丽安收到了律师瑞克斯的信，得知瑞克斯已经在纽约找到了工作，她十分激动，但大姑却劝她不要跟他交往过密。玛丽安对此很不理解，大姑表示瑞克斯是个投机分子，只是想利用玛丽安跨越阶级，但玛丽安却坚信瑞克斯不是这样的人。殊不知他已经被爱情蒙蔽了双眼，他明明是个天才作家，却因为肤色原因多次被报社拒之门外。这次好不容易有个编辑愿意见他，并答应出版他的一篇小说，然而佩姬还没来得及高兴，对方就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The little colored girl would need to be changed to a poor white child. But why? Our readers will not identify with the colored girl's story of redemption. 虽然这个要求有点强人所难，但佩姬为了能成功出版，也只能选择妥协。没想到对方却得寸进尺，要求他不能透露自己是小说的作者，只因为他是一个黑人。佩姬觉得这实在太离谱，便直接拒绝了对方。回去之后，他忍不住向玛丽安抱怨，玛丽安只能安慰他不要灰心，他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俩人在谈话间却遇到了律师瑞克斯。玛丽安本以为这是一次偶遇，没想到瑞克斯是特意在这里等他。还没等玛丽安反应过来，瑞克斯就直接向她求婚。玛丽安以为他在开玩笑，毕竟他们才见过几面。瑞克斯却表示自己对她一见钟情，只是之前觉得自己配不上她，所以迟迟没有开口。现在他在纽约有了稳定的工作，可以给玛丽安安定的生活，但这件事发生的太突然，玛丽安表示自己需要考虑一下。等瑞克斯离开后，玛丽安把这件事告诉了佩姬，佩姬也对此惊讶不已。而相比于玛丽安的受宠若惊，她的表哥奥斯卡正苦恼不已，因为几天前他听信了莫里斯先生的话，以为葛莱蒂的父亲要破产了，所以便有意疏远他们家。没想到乔治不仅挺了过来，
还变得更加富有。但现在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在他冷落葛莱蒂的那段时间，葛莱蒂爱上了一位外交官的儿子，并经常在女教师的掩护下偷偷去跟对方见面。但这件事最终还是被罗素夫人发现了。女教师的做法让他很是气愤，于是便直接解雇了他。葛莱蒂觉得是自己连累了老师，想要为他求情，但母亲决心已定，他也无能为力。而此时的佩姬告诉了玛丽安一个好消息，纽约环球报愿意出版他的小说。玛丽安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心情大好的他拉着佩姬走进了一家商店，没想到却在里面遇到了钱柏林夫人。钱柏林夫人是个有钱的寡妇，但她不仅未婚生子，而且是小三上位，因此在上流社会声名狼藉，所有人都对她避之不及。不知情的玛丽安想跟她交朋友，钱柏林夫人知道她是好意，但她不想让玛丽安因为自己遭受非议，所以便主动跟她保持距离。为了感谢玛丽安的善意，她送给了她一份礼物。艾格姑妈问她是谁送的，玛丽安怕她生气，只能谎称不知道，然后偷偷来到了钱柏林夫人家，当面向她表示了感谢，并把礼物还给了她。告别了钱柏林夫人后，玛丽安就直接来到了佩姬家，打算给她一个惊喜。殊不知她的这个举动差点断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贵族小姐第一次拜访黑人朋友，却发现眼前竟是一栋大豪宅，她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没想到等她走进房间，才发现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看到佩姬走过来，玛丽安尴尬不已，因为她拿了一双旧鞋子，本来打算送给佩姬。这时佩姬注意到了她手中的袋子，玛丽安本想搪塞过去，佩姬的母亲却执意要看看，玛丽安也不好拒绝。看到里面的旧鞋子，佩姬感到十分难堪，玛丽安想要解释，佩姬却只感觉到了被冒犯。 And the shoes, what was that? Because we're colored, we must be poor. I loaned you train fare. 玛丽安想要道歉，佩姬却说没必要，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这时玛丽安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愚蠢，但她不想失去佩姬这个朋友，于是等佩姬回到姑妈家后，玛丽安便再一次向她表示了歉意。而佩姬也知道玛丽安其实是一片好心，所以并没有过多计较。看到佩姬原谅了自己，玛丽安终于松了一口气。而乔治自从得知莫里斯先生的死讯后，也没打算继续为难其他人，于是他便找到芬恩先生，表示自己愿意补偿他的全部损失，但是有一个条件。回去之后，芬恩先生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奥罗拉。奥罗拉知道乔治不可能这么好心，芬恩先生眼看着瞒不过去，只能跟妻子坦白了一切。He would like you to bring his wife into society. He's tired of her being excluded. She's no more excluded than any one of a dozen women I can think of. She just isn't included. He's tired of it. What can I do? 奥罗拉对此感到十分为难，但丈夫说这是他们唯一翻身的机会，否则他们就得卖掉房子，变得一无所有。奥罗拉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随后她便找到罗素夫人，并向她说明了来意。她表示阿斯特夫人并非全然不接受新贵族，只是她有所选择，而唯一能说服她的只有她的心腹麦卡斯。麦卡斯作为阿斯特夫人的左右手，主要的职责就是帮她整顿社交圈。只要能搞定麦卡斯，罗素夫人进入上流社会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而且麦卡斯是个很贪财的人，所以对罗素夫人来说，要收买他并不难。奥罗拉打听到麦卡斯会参加周五的音乐会，所以到时候他会以朋友的身份把罗素夫人介绍给他认识。而此时的葛莱蒂在女仆的掩护下，准备偷偷去见自己的心上人，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就被母亲抓个正着。女仆吓得撒腿就跑，但葛莱蒂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被母亲禁足在家里。乔治觉得妻子对女儿太过严格，而且据他所知，女儿的心上人是个资深外交官的儿子，家里条件不错，可以考虑一下。但罗素夫人却觉得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为了彻底打消对方的念头，他们直接将男孩请到了家里。简单的寒暄过后，乔治便将男孩单独叫到了书房。男孩表示自己对葛莱蒂是真心的，乔治对此并没有反驳。得知男孩的梦想是当银行家，他表示自己可以帮他实现梦想。男孩立马向他表示感谢，乔治却说自己有一个条件。 You may send a final letter, and after that you will never communicate with my daughter again. You will not see her, and if you encounter each other socially, you will avoid any contact, providing you can do so without causing comment. 男孩对此很是不解，他询问要是他拒绝会怎样。乔治说自己会让他在金融界没有立足之地。男孩知道自己斗不过乔治，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他只能选择放弃葛莱蒂。葛莱蒂意识到父母想要拆散他们，他虽然十分气愤，但对此却没有丝毫办法。解决掉女儿的事情后，罗素夫人便穿上华丽的礼服，准备前往音乐会见麦卡斯，而女仆却趁着他不在，偷偷溜进了乔治的房间。趁着女主人不在，女仆偷偷溜进男主人的卧室，然后一丝不挂地躺在他的身边。乔治还以为是妻子回来了，不料回头一看，竟是家里的女仆透娜。反应过来的他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直接将透娜赶了出去。但透娜又怎会轻易善罢甘休？而对此毫不知情的罗素夫人正跟着奥罗拉来到了音乐会现场，跟他同行的还有玛丽安。而让玛丽安没有想到的是，瑞克斯竟然也在这里，因为他只是一个律师，照理说没有资格参加上流社会的音乐会。面对玛丽安的询问，瑞克斯解释自己是跟一位贵族夫人来的。玛丽安对此并没有多想，
奥罗拉为了给他们独处的空间，准备带罗素夫人去见麦卡斯。等所有人离开后，瑞克斯询问玛丽安是否考虑嫁给自己，但玛丽安却说她需要说服自己的姑妈，不然自己将会一无所有。瑞克斯看到玛丽安犹豫不决，便立马表示自己愿意为了她放弃一切，这让玛丽安感动不已。这时，一位贵族夫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她想要将瑞克斯引荐给其他人。瑞克斯只能不舍得跟玛丽安告别。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罗素夫人撞见，看到瑞克斯离开，她立马走了上去。玛丽安脸上抑制不住的喜悦，让她忍不住八卦了一番。Does he have money, your Mr. Riggs? I don't think so. Not what you would call money. Pity when he's enjoying himself so much. You may find it hard to keep up without it. 但此时的玛丽安却心不在焉，因为瑞克斯正跟别的贵族小姐谈笑风生，这让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透纳在被乔治羞辱后，便极恨起了罗素夫人。他故意接近拜金男奥斯卡，主动提出帮他打听葛莱蒂的消息，因为他知道罗素夫人最在意的就是女儿的婚事，而奥斯卡并不是真心喜欢葛莱蒂，只是看上了他家的钱。只要葛莱蒂过得不幸福，罗素夫人自然不会好过。而另一边的罗素夫人正忙着打入社交圈，在奥罗拉的安排下，她争取到了跟麦卡斯共进午餐的机会。俩人聊得十分投机，罗素夫人趁机提出让麦卡斯去自己家里参观一下。麦卡斯知道他是想要进一步拉拢自己，但他对此并没有拒绝。而艾格姑妈似乎察觉到了玛丽安在跟瑞克斯交往，她找来了佩姬，表示如果她真的为玛丽安好，就把他们发展的进度告诉自己。I will not spy on her, Mrs. Van Ryn. I'm not asking you to spy. Just make sure she's safe. 而奥罗拉为了让罗素夫人尽快打入社交圈，准备带她参加巴顿夫人的慈善演讲。瑞克斯为了让玛丽安接受他的求婚，开始不断的献殷勤。他提前为所有人预定了住宿房间。在演讲会上，罗素夫人跟莫里斯夫人再次相遇。莫里斯夫人一直认为丈夫的死是罗素夫人一手造成的，所以对她恨之入骨。两人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一旁的奥罗拉只能赶紧站出来打圆场。巴顿夫人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作为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她对贵族之间的纷争早就见怪不怪，也知道罗素夫人之所以大量捐款，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善心。 Before you think me a simpleton, I am well aware that Mrs. Russell is using the charity ladder to climb into the ballrooms of New York. 但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出钱，让自己有机会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晚餐结束后，瑞克斯借着送玛丽安回房的由头，想要跟她生米煮成熟饭，但玛丽安作为一位贵族小姐，自然不会答应这种荒唐的请求。看到玛丽安有些反感，瑞克斯连忙上前道歉。玛丽安表示她对瑞克斯的这种想法感到很意外。瑞克斯解释自己不是有意冒犯她，然后一言不合就亲了上去。这一幕刚好被佩姬撞见，俩人顿时尴尬不已。瑞克斯也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在丹士维之行结束后，罗素夫人因为捐款的事名声大噪。这时奥罗拉告诉她一个好消息，麦卡斯先生有意上门拜访，这意味着罗素夫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上流社会。回去之后，罗素夫人就开始为麦卡斯的到来做准备，她要确保即将进行的晚宴万无一失。然而正当她沉浸在喜悦中时，她的丈夫乔治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在他修建的铁路上，火车发生了事故，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舆论导致的压力让他的公司再一次面临危机。贵族小姐爱上一穷二白的律师，在他的甜言蜜语下准备跟他私奔。姑妈一眼看出律师是个投机分子，并且目前正穿梭于各大舞会。她想劝玛丽安保持清醒。Be warned, my dear, he won't need you much longer if he keeps this up. Any minute now, he'll see his chance and move on to more glittering prizes. 但此时的玛丽安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对于姑妈的劝告，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反而认为她对瑞克斯有偏见。艾格对此很是无奈，而玛丽安怎么也想不到，前脚还说要带她私奔的瑞克斯，此时已经攀上了一个更富有的小姐。这一幕被玛丽安的表姐奥罗拉看在眼里，她担心玛丽安会受到伤害，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她。但玛丽安却选择相信瑞克斯，奥罗拉也不好多说什么。第二天，在佩姬的掩护下，玛丽安准备偷偷溜走，去钱柏林夫人家跟瑞克斯会合，不料却被小姑艾达撞见。意识到不对劲的她立马叫住了玛丽安，并劝她不要这么冲动。You know that to accept help from Mrs. Chamberlain with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gnes or anyone would find very hard to forgive. I must take my chances. 看到玛丽安决心已定，艾达也只能送上自己的祝福。在离开前，玛丽安找到朋友赖瑞，希望他能在今晚7点前将手里的信交给自己的大姑。赖瑞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玛丽安向他道谢后便匆匆离开。然而他前脚刚走，奥罗拉就赶了过来，并向艾达询问玛丽安的行踪。艾达看他行色匆匆，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奥罗拉在犹豫片刻后便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昨晚他在歌剧院的时候，看到瑞克斯跟另一位贵族小姐举止亲密，他不想玛丽安被蒙在鼓里，所以打算将这件事告诉她。奥罗拉的话让艾达心中一惊，想到玛丽安正打算跟瑞克斯私奔，他让奥罗拉赶紧去钱柏林夫人家，
然而即使事实摆在眼前，玛丽安却还是选择自欺欺人。但瑞克斯迟迟没有出现，早已说明了一切。玛丽安只能抱着仅有的一丝希望找到瑞克斯质问。Was it all pretend? Of course not. I love you very much. But as New York smiled on you, you came to see that there were others who could offer you so much more than I could. The truth is... I'll tell you what the truth is. The more you pushed for our elopement, the more you felt your desire for it slipping away. I suppose I thought that if I could only make it happen, then things would come right. But I began to suspect that if we did marry, we would have no armor for the battle that lay ahead. We'd have no money. 直到这时，玛丽安才看清瑞克斯的真面目，她直接提出了分手。瑞克斯却厚颜无耻的还想跟她做朋友，玛丽安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然而她刚回到姑妈家，就听到管家说赖瑞来了。想到信中说明了自己跟瑞克斯私奔的事，玛丽安连忙跑了进去。看到赖瑞还没把信交给姑妈，她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她慌张的神情引起了大姑的怀疑。玛丽安见状，只能赶紧找个理由敷衍了过去。而此时，另一边的罗素夫人正为接待麦卡斯的事而忙碌不已。考虑到麦卡斯喜欢英式用餐礼仪，她花重金请来了艾格姑妈家的管家来为自己接待客人。不料这却引起了自家管家的不满，于是便在宴会当天写信向艾格告密。得知管家背叛了自己，艾格二话不说就跑到了街对面，直接冲进了罗素夫人家中。被抓包的管家慌了神，艾格本想发难，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自己。为了保持体面，他只能暂时作罢。但管家的行为让他实在寒心。然而正当他伤心时，女仆又告诉了他一个糟心的消息。原来白天女仆准备出门时，刚好撞见艾格的儿子奥斯卡跟罗素夫人家的女仆一起散步。他觉得他们的关系不一般，女仆的话让艾格有些难以接受。第二天，他忍不住向妹妹艾达诉苦，但艾达却说她庸人自扰。艾格觉得妹妹站着说话不腰疼，想来想去，他只能让玛丽安帮忙，请求罗素夫人解雇那个女仆。玛丽安本不想掺和这件事，但她实在拗不过姑妈，只能硬着头皮来到了罗素夫人家，并向她说了姑妈的请求。罗素夫人询问其中的缘由，玛丽安为了保住姑妈的面子，只能说女仆心思不正。罗素夫人本来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没想到她刚走出房间，就看到女仆正跟自己的儿子又说有笑。想到玛丽安刚才说的话，罗素夫人最终还是决定解雇女仆。女仆对此怀恨在心，于是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走进了罗素夫人丈夫的房间，想要引诱乔治借此上位。但她没想到自己打错了算盘，乔治根本对她没兴趣，况且她此时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几天前，助手告诉了她一个坏消息，在她修建的铁路上，火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了不小的伤亡。虽然乔治跟妻子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控制住了舆论，但是没想到几天后，公司的一个主管突然跳出来，指控乔治为了降低成本偷工减料，所以才导致火车发生侧翻。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乔治很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然而当乔治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妻子却只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自己进入上流社会的计划。I'm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prison, and my wife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date of a ball. 夫妻俩因此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一大早，罗素夫人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儿女离开了纽约，来到了麦卡斯先生的别墅，而乔治则独自在法庭接受审判。庭审的关键时刻，助手拿到了一份重要的证据，证据表明整件事都是乔治的速记员跟主管狼狈为奸，故意诬陷乔治，乔治因此得以脱身。收到消息的罗素夫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在搞定麦卡斯后，罗素夫人为了获得阿斯特夫人的认可，打算为女儿葛莱蒂举办一场面试舞会，并邀请了阿斯特夫人的女儿凯特参加，然后示意凯特带着自己的母亲一起前来。但阿斯特夫人一直瞧不起罗素夫人，所以直接拒绝了邀请。罗素夫人为了表示诚意，只好亲自登门拜访。没想到阿斯特夫人却故意让她难堪，她谎称自己不在家，却堂而皇之地接待了另一位贵族夫人。罗素夫人对此气愤不已，于是回去她就告诉女儿葛莱蒂，凯特不能参加舞会，因为她的母亲羞辱了自己。得知此事的凯特怒气冲冲地找到母亲，她不想卷入大人的纷争，只想参加好朋友的舞会。阿斯特夫人担心女儿因此怨恨自己，加上麦卡斯一直为罗素夫人说话，她最后还是改变主意来到了舞会现场。而玛丽安在舞会上再一次遇到了瑞克斯。奥罗拉为了给玛丽安出气，对瑞克斯出言嘲讽，一旁的玛丽安却一言不发，只因瑞克斯的行为早已让她伤透了心。赖瑞得知玛丽安受了情伤，便立马上前安慰她的这个暖心举动，让玛丽安感动不已。俩人的感情也从此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镀金时代第1季的内容到此结束，